章鱼和我们可能有什么共同点？毕竟它们没有肺和脊椎，甚至没有公认的名字。但它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通过观察来学习的能力，甚至使用工具的能力，就和我们知道的一些其他动物一样。而章鱼的智力十分惊人，因为它的生物结构与我们完全不同。约200多种章鱼是头足纲 Cephalopta 头足的希腊语软体动物。这些头装着大得令人惊奇的大脑，其大脑和身体比例和其他智慧动物类似，和复杂的神经系统、神经元和狗的一样多。但不同于中心化的大脑，这5亿个神经元分散在互联的神经节网络中，并组织成3种基本结构。中央大脑只包含约10%的神经元，而2个巨大的视神经叶包含约30%，另外60%在触手中，相当于人类有了能思维的手臂。这一点十分有趣，像我们一样的脊椎动物有坚硬的骨骼支撑身体，而关节让我们能移动，但不是所有类型的移动都可以做到，比如你不能把膝盖向后弯或前臂向中间弯折。头足动物与之相反，完全没有骨头，使它们能在任何一点向任意方向弯曲肢体。它们将触角自由弯折成几乎无限可能的方式，都不是我们所习惯的。想象一个简单的任务，比如抓起一个苹果吃掉。人的大脑包含我们身体的神经逻辑地图。当你看见苹果时，大脑的运动部分会激活合适的肌肉，使你伸出手臂，用手抓住它，弯曲手肘把它送到你嘴中。对章鱼来说，过程完全不同。与身体地图不同，头足类的大脑有一个行为知识库。当章鱼看见食物时，其大脑并不激活特定身体部位，而是产生一种行为反应，抓取。这个信号在神经网络里传递，触手神经元收到信息，转化为运动命令。当触手一碰到食物，一个肌肉激活的信号从触手传递到肌质，同时触手向触角也发送另一个信号。信号在食物到肌质的途中相遇，让神经元知道在该处弯曲。这意味着章鱼8只触角的每一只基本上都能自己思考，这赋予了章鱼与众不同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来处理新情况或问题。无论是打开瓶子来获得食物，从一个迷宫中逃出，移动到新的环境，改变皮肤质感和颜色来融入环境，甚至是模仿其他生物来吓退敌人。头足纲动物也许已经发展出复杂的大脑，时间上远远早于我们的脊椎动物亲属。章鱼的智力不仅仅对章鱼有用，它们完全不同的神经系统和自主思考的腹肢启发了新的研究，来开发由软材料制造的柔性机器人。此外，研究智力在区域的进化路程中如何产生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整体理解智力和意识。谁知道其他形式的智慧生命可不可能呢？谁又知道他们如何应对身边的世界呢？观看本视频，了解狗类如何用鼻子看世界，深入探索这种动物的神奇本能，或观看这段视频，探索蜜蜂对数学的喜爱。